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Esther。今天这个 UI AI 模特成功了。其实虽然前几天在走弯路的时候，我安慰自己说，就是我不算走弯路，我算是测试了，说这条路走不通，然后所以要换另一条路走。就是我必须得走一次，必须得撞次南墙，确定这条路走不通，我才能再走另一条路，大概是这样。然后今天开始之前呢，我是这么做调整好我的心态的，就是我先做3个数到25的深呼吸，不是25秒，就是你要数到25。做完3个深呼吸之后，我就开始看，就是我这个 branding 的 references，就是我先会做很多的那个 research， 看了很多的 brand， 把他们喜欢的点拿过来。然后这个时候我看的足够多的时候，我心里大概就是对我要做出一个什么样的设计，我其实脑子里已经想出来了，就你有这个模糊的概念了。当然这个概念会让我觉得很兴奋，这种兴奋是让我坚持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然后就是看 reference 找到我之前那个兴奋感之后，我就开始做，先做帽子的，因为帽子最简单。为什么要从最简单的开始做呢？因为保证步子不会迈得太大，扯着蛋。然后操作步骤还是我之前已经打通的那个流程，就是先找到模特图，我喜欢的模特图，然后让 ChatGPT 描述这张模特图。接下来是在描述的过程中加上一些我需要的特征，比如说我需要他戴着渔夫帽，我需要场景是这样，然后我还需要他的背巾要飘着一个塑料袋。就是我觉得模特图这个 branding 模特图要有一种这种 surrealism 的风格。然后接下来就描述拿到 Midjourney 里面让他去跑图，跑出来的图基本上因为已经有一个很好的模特图做原型，跑出来的图都不会差。我挑选出来之后，我就先扔到 Photoshop AI 里面把那个人物抠掉，只留背景。然后另一边呢，我又把那个人形给它 trace 出来，就是为了规避 ChatGPT 不能给真实的人物加上真实事物的互动。我的猫在玩东西，这我得看它一眼去。然后我把人形 trace 出来之后，不就可以规避这一点，并且拿到我想要的那个帽子的 perspective， 因为帽子的图片就是所有产品图片都很有限。然后拿了 perspective 之后，而且还是带环境光影的，带环境光影跟那个特别透视的这么一个帽子，然后我再把它 P 回到 Midjourney 图片里面。今天也是这么操作的，也成功了。然后今天找图的时候，操作的时候，今天就只跑出了5张图，然后 P 出了1张。就这个流程我就已经很顺了，就是接下来就照这个流程走。然后风格统一什么的我没想太多，也没有先说把它们 P 成黑白的，就暂时什么都没做。我觉得大不了就把它们P 成同一个滤镜的呗，就 Photoshop 无所不能，这个肯定是可以 P 的。然后可以，今天辛苦了，今天终于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了，很棒。然后昨天就是春花妈跟版主的那个访谈，还有一点蛮打动我的，就是爱自己课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中心思想，就是爱自己很难做成，是因为我们总是带着过去的伤痛在爱自己，这样很难成功。所以先做的第一课就是疗愈自己的内在小孩，然后设定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。我抓的词是自信跟丰盛嘛，我想成为自信丰盛的人，然后我去扮演那个自信丰盛的人。OK， 一个自信丰盛的人会怎么处理这种情况？在那种情况下，用未来的方式爱自己，这个是中心思想。然后春花妈说了一点，她好像是
我没仔细听啊，他是身上哪儿出了什么问题吧，然后去做矫正。然后他说，就是版主爱自己这一点让他还挺有感触的，因为他亲身体验过了。他说那个时候就是做完矫正之后的自己，他说感觉像一个脆弱的新生儿。然后我其实也是这么感觉的，因为我不是说我状态会反反复复吗？就是过去的我跟现在未来的我在做这种拉扯。未来的我肌肉力量肯定没有之前的我大，之前的肌肉全是肌肉记忆，所以会有这种拉扯。然后他说的是照顾这个新的自己就像在照顾一个新生儿，我感觉这个新的自己确实像是一个新生儿，但好处是比如说我这一次成功了，他的肌肉力量就会增加，每成功或者每在尝试做这么一件事，他的肌肉力量都会增加。所以我相信我是可以，我肯定可以克服这个心魔，因为灵魂导师不会给我这辈子过不去的坎儿，这个心魔我一定可以克服。然后我又突然想随便扯一下悠悠球练习，因为我最近又回到说还是每天练习玩1个小时这样。就是我其实被laid off 之后，我玩的少了，因为一直在投入在搞做米机嘛。然后这2天我又捡回来了，就是主要是悠悠球买的也很多，然后什么配件都很齐，就不玩白不玩嘛。而且所有的网上 YouTube tutorial 都很好，还都是免费的，就很棒。然后我感觉说这个东西它只要你开始上手玩，它就很上瘾。我练的是 EA 啊 ，EA 的悠悠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 trick 你只要按到从基础难度一点一点往上加，不跳级的话，不扯着蛋的话，其实上手还是蛮快的。上手蛮快的一个好处就是它很上瘾，就是你就像滑雪一样，虽然我还没滑过雪，但我听说滑雪是这样的，滑雪上手特别快，所以很上瘾。悠悠球 EA 的 trick 你只要按照难度阶梯上的话，它也是很上头的。就是你练着练着，哎，你就悟出新的东西了；练着练着，哦，又悟出新的东西了。就是这对于我每天状态还是挺重要的，因为它上手快，你每天就能看到不一样的进度。就是比如灵修来说，版主之前说改变灵魂的内在设定，比如说改变我不够好的设定，你之前的设定每10年就需要1年来改变，比如说我快30了，所以这个设定我大概需要花3年才能改变。它是一个相对时间长度拉的相对久的东西，包括做很多事情它时间长度拉的都还蛮久的。然后有悠悠球这种技巧玩具的东西在，我觉得每天你能看到自己的一点进度，就是一点进步的可视化，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重要的，所以我继续玩下去。以及还有个好处就是，我可以不再一直坐在屏幕前看屏幕。对我来说，这个也挺重要的，就是戒手机。真的，我觉得有了 social media 之后，我的生活品质是下降的。这是在我不再少玩 social media 之后，我才发现原来我之前生活品质是这么高。这个真的只有你做到之后，你才会发现这个是真的。但是 like everyone say 就是你的手机屏幕要长时间依赖2小时之内，但只有你真的做到之后，你才知道这是真的很香。然后对我来说，悠悠球也是这样，它可以，比如我每1个小时工作完休息的那个10分钟，我就会玩悠悠球，我不会看手机，我也不会去看 YouTube， 因为看了之后它很容易打破你做事情的现有状态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玩悠悠球就还好。然后对啊，我可以有1个小时时间不看屏幕，还觉得很有趣，这个挺难得的。然后还有昨天因为我周6就要去费城上课，我不是被裁了吗？正好赶在 H1B 抽签之前被裁，然后这是第3年抽签了，前2年没抽中，第3年抽签之前就被裁了，然后就得挂 Day 1 CPT，
然后5月3号这周6开学。其实我毕业，我不是喜欢上学的一个人，非常讨厌上学。然后这个 Day One CPT 让我感觉也挺糟糕的，就是我好不容易才逃离了上学的环境，好不容易跳出这个屎坑，跳到了社会工作的那个屎坑里面。对我来说，社会工作的屎坑浅一点啊，学校的屎坑深一点，因为我真的很讨厌坐在那里上课，特别是上我不喜欢的课，我整个 ADHD 我就要犯了。然后又要坐在那里上课，还是早上8点到中午12点的课。早上8点的课意味着我买的是早上6点20的票，那我肯定5点多就要起床。It's terrible, it's fucking terrible. 还有，然后我要坐到费城，我再上4个小时的课。It's totally fucked up. 然后这件事情让我感觉很不爽，也让我挺焦虑的，因为感觉坐在那里无聊4个小时，那简直太受罪了。然后我又想起我之前洗牙那个经历，洗牙让我不开心，但是那一天我选择用好的心态，就是过去的路上我选择用好的心态，结果遇到了很好的牙医，所以我现在也选择再用回这个技巧。我不再想说坐在那里上4个小时课是个多糟的事情，我就不想，我就还是每天安安稳稳的做我的设计，完我的要求，开开心心的过。周6来上课呢就去上课，我就不去想它。还有一点是，我知道很多时候人生中我觉得有走弯路的事情，比如参加高考，就是高中这3年在国内读参加高考，和研究生去了 SVA School of Visual Art 那个很烂的系，有人生2大污点。但怎么说，就是虽然他这些时候的体验，就是这2件事情的体验不是很好，但你说他完全就是一件事情的一体两面，你说他没有带给我什么，他也带给我了。高考带给我很多面对困难的心态，就是因为高3的时候考试特别密集嘛，密集到说这一次考差了，我甚至没有时间去感到难过，我就必须得 OK 查一下哪里出了问题，只是抓住问题查错，不去对分数产生不好的心态，抓了错误之后再投入下场考试。这是高3教给我其中一个挺重要的心态。然后第二个，在 SVA 读书让我认识了很多很好的朋友，拿了3年的 OPT， 虽然 H1B 没说动，但是拿了3年的 OPT， 然后认识了我 partner， 就也是，虽然我只是觉得这个学费不值这个教学质量，但你说他确实也给我带来了很多。如果就是你不来读这个学校，虽然也会遇到其他的人了，但是遇到现在这么一群朋友，我觉得也很棒。然后要去读这个 Day One CPT， 可能做这件事情，读这个书，或者是这件经历有我需要去学的事情，或者有我要认识的人吧。我现在是这么想的，虽然它可能不如你认为自己在走康庄大道的时候来的效率要高，就是一体两面的那个好的一面要宽，但它也一定会带给我需要的事情，或者是需要认识的人。大概现在这是第2种看待这个事情的心态。OK， 今天分享就这么多，谢谢大家 ，See you guys。